你敢相信吗？在以唯才是用闻名全球的新加坡，有人竟然试图用一副蓝牙耳机、几部手机和 FaceTime 直播，撬动整个国家最重要的教育制度。更震撼的是，事情曝光后，新加坡政府追查了整整6年，主谋被判刑后潜逃海外，甚至惊动了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几个留学生作弊被抓，一家补习中心倒闭的社会新闻。但如果真这么简单，为什么新加坡要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司法资源，甚至不惜跨国追逃，也要把这起案件办成铁案？因为这起案件真正挑战的，从来不是几张欧水准试卷，而是新加坡最核心的国家信仰。如果努力不再重要，如果规则可以被金钱轻易绕过，如果考试不再公平，那么这个没有资源、没有腹地，只能靠人才拼出路的小国，还剩下什么？它毁掉的远远不只是6个学生的人生，而是整个社会对于公平、奋斗与制度的信任。时间回到2016年，一家名叫 Zeus Education Center 的补习中心，表面上看，它和全岛无数个普通补习机构没什么两样，帮学生备考，提供升学服务，但在隐秘的角落里，它却运作着一套极其精密的作弊系统。根据法庭披露的细节，参与作弊的共有6名中国籍考生，年龄都在17到20岁之间。他们当时是以私人考生身份参加欧水准考试的。考试前几个小时，补习中心的老师们会把隐藏式手机、蓝牙接收器，还有那种跟肤色极其接近的微型耳机，用胶带固定在学生身体的各个隐蔽部位。等学生进了考场，另一名补习老师也会以私人考生的身份同步参加这场考试。这名老师的任务不是答题，而是利用隐藏在衣服里的手机，通过 FaceTime 把考卷实时直播回补习中心。接着，补习中心的老师团队迅速分工解题，算出答案后，再通过隐藏耳机把答案逐字逐句念给考场里那6个心照不宣的学生。这套极其缜密的系统，甚至一度成功骗过了考场监控。直到有一天，一名监考老师在巡视时，敏锐地捕捉到了某个学生身上传出微弱的电子杂音，还有低声通话的动静。因为跨角色分工太细，技术手段太复杂，这起案件后来被媒体定性为新加坡史上规模最大、手法最精密的国家考试作弊案。在新加坡，欧水准考试绝对不是一场普通的测试，它背后连接着初级学院、理工学院，更是通往英联邦顶尖大学的核心跳板。对于很多砸下重金、跨国陪读的国际家庭来说，这就是一条能逆天改命的通道。新加坡的英文环境、国际认可的学历，意味着未来更广阔的生存空间。面对这条极其狭窄的赛道，有人选择死磕努力，有人选择疯狂补习，而这6个学生在周围人的裹挟下，最终选择了那条看似最快的捷径。然而，当作弊的遮羞布被撕下，他们失去的仅仅是一个分数吗？完全不是。他们的升学通道被瞬间切断，个人诚信记录留下永远的污点，家庭耗费巨资铺就的路化为乌有，还要背负终生的心理枷锁。最让人唏嘘的是，10几岁的孩子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真正评估一次错误决定的长期代价。很多时候是成年人世界里那种病态的教育焦虑，替他们做出了这个毁掉人生的决定。那么，这种焦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如果说学生只是这场作弊案的执行者，那么真正催生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需求，其实来自家长。这起案件最刺痛人心的地方，就在于它精准击中了整个东亚社会共同的教育焦虑。家长们砸下重金，真正买的是教育吗？不，他们买的是确定性。很多家庭试图用金钱去对冲竞争风险，去绕开那条必须流汗流泪的独木桥。他们固执地相信，只要钱花得到位，总能撬开一扇别人不知道的后门。根据检方披露，这起作弊案的主谋向每名学生收取了大约8000新元的费用。8000块买一个欧水准的答案，听起来好像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新加坡最终用极其严厉的司法铁拳证明了一个常识：在一个高度依赖制度运转的社会里，捷径
往往是最昂贵的一条路。家长们原本想用钱换来确定性，最终换来的却是毁灭性的代价。这不仅彻底打碎了那6个学生的人生，更狠狠扇醒了一代家长对于花钱就能解决一切的虚幻执念。而新加坡之所以出手这么重，是因为这起案件触碰到了它的逆鳞。在新加坡，它直接飙升为举国关注的重大社会新闻，原因只有4个字：唯才是用。我们必须明白，新加坡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底牌到底是什么？不是地理位置，不是金融资本，更不是人口红利，而是它成功让绝大多数国民深信不疑的一套逻辑。在这里，机会只看能力，不看背景，更不看关系。而国家考试就是维持这种社会契约最核心的工具。你努力，你考试，你拿到好成绩，整个社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结果，因为大家默认这套筛选机制是绝对公平的。可一旦作弊成功了呢？一旦有人靠着8000块钱和几个蓝牙耳机，就能和那些苦读10年的孩子平起平坐呢？信任的崩塌是瞬间的，人们会开始怀疑，榜单上的成绩是真的吗？名校的学额分配公平吗？普通家庭的孩子拼命读书还有意义吗？一旦这种怀疑在社会底层蔓延，损失最大的根本不是教育部，而是整个新加坡国家制度的合法性。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只能把人当作唯一资产的小国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触碰的底线。所以，新加坡死磕这起案件，跨国追逃，绝不是为了几张被弄脏的考卷，他是在用国家机器向所有人宣告，在新加坡，我们可以接受失败，但绝不容忍规则被践踏。过去这20年，新加坡一直在大力推动教育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涌入本地体系，跨国升学变成了一门极其庞大且利润丰厚的产业。但在繁荣的背后，无数灰色的地带也开始野蛮生长，不良留学中介、地下保录取机构，利用信息差疯狂套利的掮客，他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死死盯住了那些焦虑的跨国家庭。这起案件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畸形产物，它像一记警钟，提醒着所有人，当教育承载了越来越巨大的商业利益时，就一定会有人试图把底线和规则明码标价。对于新加坡来说，这是一场信任危机，但更是一次制度的自我净化与升级。案件曝光后，法庭持续审理，所有上诉被果断驳回，主谋被重判。哪怕主谋后来试图弃保潜逃，新加坡警方也毫不犹豫地申请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在全球范围内布下天罗地网。这种不死不休的追责态度，其实是向整个国际教育市场释放了一个极其冷酷且明确的信号。新加坡欢迎教育国际化，但教育公平绝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不管你逃到哪里，不管要花多少年，底线就是底线。这6年漫长而坚决的追责，让整个新加坡社会重新确认了一件无比珍贵的事：在这里，你可以失败，你可以重考，你也可以坦然输给比你更优秀、更努力的人，但你绝对不能通过破坏规则去窃取成功。因为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没有腹地、没有退路，只能靠人才立国的地方来说，真正支撑他走到今天的，不是某一场考试的完美无缺，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依然愿意相信，努力是有意义的，规则是有效的，公平是真真切切存在的。而这或许才是这起新加坡史上最大欧水准作弊案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历史意义。最后，我也想问问屏幕前的你，如果你是家长，当孩子面临极其残酷的升学压力时，你会坚定地守住规则，还是会在某个瞬间被那些所谓的特殊渠道所诱惑？在竞争越来越内卷的今天，你觉得绝对的教育公平还存在吗？欢迎把你的真实想法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内容，请务必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我持续输出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